俗话说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句话目前在美欧西方得到了最好的验证。本来这个世界好好的，彼此分工协作，资源也得到了最佳配置，但出于一己私利，2018年开始，特朗普政府便发起了针对中国的各类打压，从最初的对中兴、华为，扩大到众多中国高科技企业，再扩大到高端芯片、光刻机等等。拜登政府又把遏制中国的把戏发扬光大，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已经到了令人啧舌的地步，大有不置中国于死地、誓不罢休的地步。中国终于忍无可忍，最近祭出王炸，限制及收紧17种关键稀土的出口，必须逐一向中方提出申请。中国的策略是打，奉陪到底，谈，大门敞开，反正大不了鱼死网破。由于掌握着稀土绝对控制权，中国有底气这么做，而中国的做法恰恰是美国一直在针对中国做的。中国只是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实施对等制裁而已。但美国独断专横惯了，一下难以适应中国的奋力反抗，于是美方恼羞成怒，特朗普总统、贝森特财长等美国各类人物纷纷跳出来指责中国妄图将所有人拖入深渊。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所有人都想要敌，中国正凭借其在稀土领域的垄断地位勒索世界，全球能采取什么对策？全球各地的公司都依赖于它。习近平主席访问中国港口城市日照，可以将中美贸易战理解为一种美国西部牛仔对决。那么现在就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其中一位对决者戏剧性地甩开大衣，亮出他的左轮手枪。更通俗地说，中国已宣布将进一步限制迄今已有的稀土出口，在贸易争端白热化阶段。此举使得美国展示了其经济脆弱性。截至周五之前，情况似乎还朝着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其同行习近平终于要进行一次澄清性会谈的方向发展。他们计划下个月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会晤，但随后特朗普对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威胁姿态勃然大怒。他在愤怒的推文中对与习近平的整个会面提出质疑，并威胁实施新的高额关税。本周初，他又像往常一样稍微软化了些态度。但无论会晤能否很快实现，这早已不再是贸易战中普通的交锋。即使两位对手最终达成协议，稀土争端的影响仍将持续。稀土这17种名称于锂、铀、铝的特殊金属，超过90%来自中国，其中一些品种中国拥有100%的垄断权，其中一些品种中国拥有100%的垄断权，但它们对许多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却不可或缺。数月来，中国一直宣称将建立新型许可证制度，初步计划对其中12种稀土的出口进行管制。更重要的是，该制度不仅将管控出口，还涉及全球范围内所有含中国稀土商品的贸易。这意味着，一旦芯片或相机镜头中含有微量这些元素，其转售都必须获得中方许可。这不仅仅关乎原材料本身，更涉及整套周边技术。经过数十年发展，中国在冶金、工艺技术和加工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已超越单纯采矿阶段，成为这些材料领域无可争议的技术领导者。如今，中国专利同样制约着在海外建立竞争产能的企业。上周，美国方面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前白宫科技顾问鲍尔评论称，中国已制定一项政策，使其能够禁止世界上任何国家参与现代经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更尖锐地指责中国意图将所有人拖入深渊。这种指责显得尤为虚伪，毕竟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尤其是尖端芯片技术。就在9月底，美国商务部下属的工业和安全局还加强了对所谓军民两用物资的出口管制。这些既可民用也可军用的商品，此前受限于一份美国生产商和出口商不得向其供货的外国企业清单。如今，该清单将扩大至已列管企业持股超过50%的关联公司。据中国贸易部门表示，
这将波及数千家中国企业。北京方面对此表示愤怒，并明确将自身的出口限制措施定位为对等反制。西方寻找替代方案，美国采取这些措施，旨在防止其高科技出口被中国用于制造武器，并最终可能被用来对付自己。而现在，中国也以类似的理由进行反驳，许多稀土是武器制造所必须的，这也催生了新的许可证制度。事情显然正朝着要求每次出口都需证明最终客户身份及材料用途的方向发展。但无论涉及军工还是民用工业，这些出口管制都将推高成本、延迟交货，并动摇欧美对供应安全的信心。他们将赋予中国新的权力杠杆。近日，北京已在试探能否在西方国家间制造裂痕。中国国际商会欧盟分会近期表示，中国当然非常乐意满足欧盟企业的合法进口需求。然而，中国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也存在局限性。近几年来，在一些国家激励政策的推动下，部分西方公司正致力于最终在中国以外建立稀土开采和加工的替代渠道。不过，这仍需时日。即使在最理想条件下，西方替代企业长期内的运营成本更高，效率更低。这也是公认的，无法与经验丰富的中国稀土采矿行业相比。此外，此类计划在西方还存在一个特殊问题：只要稀土的开采和精炼由私营企业承担，从长远看就必须实现盈利，而只有在稀土价格长期保持高位及中国持续限制供应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盈利。但中国也可以通过不时以倾销价格向市场大量投放稀土，轻易打破这种盘算，先让西方企业破产，随后再提高自身价格。美国智库胡佛研究所近期就警告过这种事情，并建议政府提供采购担保。西方仍有一些其他途径可以限制中国的施压，某些稀土元素与泥或火仅需极微量使用，以致不少企业早已储备了多年用量。这些材料总量之少，理论上甚至可以存放在一个抽屉里。其他一些材料预计不久将从国际矿源中获得，或被化学合成的替代品所取代。还有一些材料可回收利用，这同样能降低依赖性。但清单上已存在诸如强磁体等材料。据材料研究人员反馈，西方仍需多年时间才能获得合理的替代品。与此同时，部分企业正尝试全新产品研发，例如完全无磁体的电机。这种方式有时可行，但并非万能。对于特定光导纤维、透镜及先进计算机芯片而言，来自中国的镓原料目前仍被视为不可替代。此外，寻求替代材料及构造方法的昂贵探索还存在一个额外劣势，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使西方工业永久性的被束缚在一条从技术角度看并非最优的发展路径上。如果开发者和工程师们被迫采用替代品或完全不用稀土的设计方案，那么即使未来稀土问题得到缓解，这些设计决策预计仍将延续。因为让设计与开发不断推倒重来的成本实在过于高昂，因此中国竞争对手可能持续制造出性能更优异的产品，因为其对稀土的获取前线使其得以持续发展更优越的技术。好，各位，报道就那么多，我们接着看网民评论。第一条评论：中国在稀土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主要优势并不完全在稀土矿藏的地理分布，而在于中国长期致力于系统性建设和完善整个稀土产业链。西方资本往往倾向于投资能够快速获得高回报的领域，当可以从中国便捷地采购稀土时，他们就缺乏足够的动力去投入资金和精力来自行建立独立完整的稀土供应链。这导致西方长期以来低估了稀土资源的战略重要性，未能像重视石油那样将其视为关键的战略资源。怎么看跟贴？过去数年间，中国在非洲大力推行其新殖民主义，以此确保自身获得足够的原材料。中国还逐步将多个港口纳入掌控，这一问题几乎未被讨论。欧盟也始终无力采取应对措施。然而，
我们却将资金以所谓发展援助的名义挥霍，中国自然趁机轻松得利。再往下，我想知道中国是否能够成功控制走私活动。下一则，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逻辑。若我阻碍竞争对手，对方会通过创新进行反击，最终落败的反而会是我。习近平的中国在几十年内将面临社会老龄化问题，这个道理他们还需要学习。目前他们推行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原始资本主义，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完善。继续往下，报道中有这句话：如今中国的专利也限制了那些想在国外建立竞争产能的企业。于是这位网友这么回应：这真的是障碍吗？过去中国企业真的总是尊重外国专利吗？咱们看跟帖，不，他们并没有尊重。但现在既然他们已经掌握了所有技术，就突然自己变得神圣起来了。这位网民也跟帖：中国企业收购其他西方公司是没有问题的，反过来当然不行。下面这位网民也发表自己的观点：是的，自中国加入 WTO 以来，这确实构成了一个障碍。如果西方国家执意要捅这个马蜂窝，即亲手破坏他们自己通过 TRIPS 等协议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建立的专利与版权体系，这种做法最终必将反噬自身。美国在药品等领域已经充分证明，当涉及自身利益时，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知识产权规则。咱们再往下，更让我惊讶的是，为什么习近平现在才采取行动？如果美国多年来几乎要切断我的命脉，我可不会犹豫这么久。咱们看跟帖，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北京政府仍坚持其自我定位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一立场多年来持续受到美国等方面的质疑。确实，美国真他妈的坏。这位网民回应上面那位，他说：当美国征收荒谬的关税时，难道中国就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吗？自然要选择对方最痛处下手，在这个案例中就是稀土资源。再往下，今天难道是外交狂欢节吗？先是波兰图斯克的表态，现在又是美国佬的说法。中国制定了一项政策，使得其能够禁止世界上任何国家参与现代经济。当美国实施禁运，甚至用刺激制裁威胁第三国时，情况就会变成这样。要说这些金属在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或加拿大都找不到，我实在难以相信。也看跟帖，确切的说，应该是中国复制了一项能够禁止世界上任何国家参与现代经济的政策。美国针对古巴等国的过度出口管制规定和刺激制裁，就是给中国几乎直接照搬相关法规的模板。继续往下，这位网民引用报道中的这句话：中国正以其在稀土领域的垄断地位胁迫全世界，国际社会能采取什么反制措施呢？他的评论是：重启本土开发基地，这些设施当年正是因为中国补贴的开采方式以低价竞争而被迫关闭。稀土其实并非如其名称所暗示的那般稀有。再往下，中国完全有权自主决定其资源的用途，他们自主研发了稀土加工技术，在此过程中承担了环境污染的代价，凭什么他们不应该实施严格管控呢？下一则。不过这些作者似乎忽略了一些关键事实，明明是特朗普先甩开大衣，迅速发射了100%的关税霰弹，这位老先生就不该惊讶中国没有应声倒地打滚，而是精准凌厉的回击。美国的妄自尊大终究是不可持续的战略。再往下，谁能责怪中国领导呢？他们只是在回应华盛顿方面粗暴笨拙的行事风格，而且采取的手段要高明得多。到底哪个国家才是全球领导者？我感觉这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下一则，这篇文章客观地呈现了贸易限制措施的双向升级过程，但导读标题
中国胁迫有时供应。建议贵刊让撰写标题的同事或 AI 先通读相关文章内容。稀土确实属于军民两用产品，如果中国不希望这些资源最终以洲际导弹制导芯片的形式攻打中国，那么他们完全有权限制出口，这与美国对芯片实施的管制逻辑如出一辙。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垄断地位并非其单方面造成，这些矿物其实遍布全球，欧洲特别是乌克兰和美国都有分布。加州芒廷帕西稀土矿虽几经破产，却仍能定期获得政府资金输血维持运作。关于冶炼技术专利的问题，我们刚意识到本国25%的9年级学生未能达到化学课程标准，且半数9年级学生表示对数理化毫无兴趣。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期待技术突破。当然，化学确实不够酷炫，看来是时候通过与中国企业成立合资企业来借鉴他们的工艺流程了。这位网民看来知道的还真不少，他继续补充道：稀土冶炼是比开采更严峻的难题。中国开采了全球70%的稀土，但提炼加工量占比高达90%。来源：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世界其他地区实际上缺乏加工能力，甚至会将别处开采的稀土运往中国进行精炼处理。这位自大的德国人跟帖说：尽管我对远东的星球邻居们怀有敬意，但我很难相信德国工程师无法开发出这些稀土提炼技术。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成本问题，或者说关乎利润最大化。把世界各地原材料运往中国，让中国人承担那些污染严重的工序，显然成本更低廉。继续往下，报道中提及中国掌握很多稀土提炼专利。这位网民说，这根本不应该成为讨论焦点。德国每家大型企业都能讲述中国如何复制和仿造他们的产品，却对专利或商标权毫不在意。我们看跟帖，这些公司当初为了在中国市场立足，不惜一切代价向中国转让技术。如今中国市场大门正在关闭，他们却发现自己已被排除在外。再往下，中国未来的出口王牌是敌。这种只有帝国主义和毫无底线的独裁政权才能制造的物质，尚未知晓它的人很快将会见识到。下一则，这并非胁迫，中国有权自行决定将其原材料出售给任何国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数十年来对中国式法西斯主义毫无意义的国家，如今在生意不如意时，却突然开始抱怨。继续往下，从历史上看，这是一种绝妙的回敬。毕竟，当年英国人曾用武力迫使中国解除鸦片禁令，如今北京只是恰好拥有了对西方的优势地位。从经济体系角度看，这表明市场并非总是优越的经济制度，有针对性的国家扶持确实能比完全依赖私营部门取得更大成就。当我们看到中国以惊人速度发展可再生能源，投资电动汽车及相关技术，而梅尔茨等人却执意挽救燃油车时，现在就能预见到这场竞赛的最终胜者。再往下，我们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参照供应链法案的模式，中国完全可以将法律文本改写后用于稀土领域。这样一来，中国政府就能掌握这些金属在整条供应链中的流向和使用者的全部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被多维度利用，例如通过战略收购、参股、合资企业等方式，即便最终保持价格稳定，甚至下调价格，以近乎免费的方式发放这些许可证，这仍是个构思精妙的计划。通过后门收集关键数据，这种做法确实相当高明。咱们看最后一条评论。值得注意的是，当涉及中国时，我们就会使用胁迫这样的字眼，而面对特朗普或欧尔班的施压手段时，舆论的措辞却温和得多。或许我们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重新审视我们传统的敌友划分标准。德国之士点评，这位网友确实说得对，
德国媒体经常双标，这里用胁迫来表述中国的做法，带有很强烈的反华味道。还有，本期节目的评论区确实有不少中立的评论，而不是一味的颠倒黑白去指责中国的做法。好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你们怎么看呢？请大家踊跃参与讨论，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